好，我们是若若和琪琪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俩都晒黑了呢？没错，来台湾将近2个月了，我们终于完成了我们第一次的全家长途出游。琪琪从2、3个月开始就非常喜欢看鱼儿游来游去，不管是家里的鱼缸还是动物园水族馆，他都会目不转睛地盯着看。我觉得是因为观赏性的鱼一般颜色比较鲜艳，还有就是它们的移动速度和动物比起来相对比较慢，而且比较容易近距离接触，因为只隔了一层玻璃。所以我们就想说带它去水族馆看看。我做了研究之后才发现，台湾的水族馆是在屏东，在岛的最南端，所以就计划了这次屏东之旅。我们是从台北出发，坐高铁到高雄的，然后再坐垦丁快线去海生馆。正好iBond有联票套餐，4天之内高铁往返，一个人才不到2500台币。所以我们定的就是夜宿海生馆的行程，第1天住在那边，后面2天住在垦丁民宿。夜宿海生馆的体验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这个是包含2天的门票的，所以你如果提前到了海生馆那边，就可以先入馆参观。夜宿活动是下午4点半在大厅集合，然后先是在门口登记，领了夜宿证之后呢，工作人员就会带你下楼去放行李，然后并且做一个行程说明。我们先是去参观珊瑚王国，每一处就是每一个缸都有非常详细的解说。珊瑚丛里面有就是好多漂亮的热带鱼，然后琪琪她就特别喜欢，她一直盯着看。参观过后6点左右就是晚餐时间，晚餐是那种自助餐，但都已经提前装好盘了，会比较卫生。吃完饭之后就又去看了幕后的那些什么小鲨鱼的哺育和喂食。等天完全黑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2探珊瑚王国。晚上的珊瑚和鱼儿们和白天是有一点不一样的，因为它们晚上会睡觉。吃了宵夜，洗了澡之后，我们就到海生馆开始铺床睡觉。然后你躺在那边就可以看着鱼群在头顶游来游去，特别催眠。如果睡眠不好的话呢，最好还是提前准备好耳塞，因为隧道里面的回音还是比较厉害的，一个人打呼，然后绝对是响彻全场。但是睁开眼就可以看到周围的鱼儿游来游去，然后是一种特别美妙的感觉。琪琪她就是早晨5点就起来看鱼，然后大家都起床的时候她又睡觉了。早餐过后呢，就是大洋池喂食秀，然后是在一个大的水缸里面，是模拟太平洋浅海的区域。那边的鱼类它比海底隧道，就是我们睡的那边大了不少，所以潜水员下去投喂的时候，鱼群就会一拥而上，非常壮观。虽然只是5月份，但垦丁已经非常非常热了，白天差不多34度吧，但我感觉体感温度可能有将近40度，所以就完全不想出门，只想在酒店吹空调。不过还好，我们的民宿老板就帮我们租了一辆车，然后我觉得就是自驾还是比较方便的，而且那一段路就非常漂亮，而且非常好开。我们就是沿着垦丁那条街一直开，然后绕过最南点，再继续往前，就是到了东海岸那边。就是东海岸的风景和西海岸还是很不一样的，尤其是在风吹沙那边，就让我们俩都想起来有一种到了西澳的感觉，就是土的颜色不一样，但是景色和西澳真的有点像。这次出去总结的经验就是，这边白天实在是太热了，如果你要带小宝宝出门的话，一定要做好防晒降温。活动呢，还是尽量以室内活动为主。如果下次我们再去的话，应该是会从高雄租车，这样子比较宽敞也比较舒适。因为你租的其实不是一辆车，而是一辆移动的空调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啦，我们大家下次再见，说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
哇，好舒服呀！到海边啦，这边的海好蓝呐、是不是？ OK， 我们现在在哪呢？我们在这是哪里？这地方是什么地方？我忘了。港口吊桥，港口吊桥。港口吊桥，好的，是很长的一个吊桥。而且走到上面它会晃，它会晃的，就那种悬。能接受的，还可以。你看这边，这边海在这边，大海在这边。Hey, little bubbles. 这边感觉有点像 Batemans Bay， 或者是什么 Well, I mean, there's a little 就是有一条河 brackish water 然后有 river that goes out there, I suppose. Yeah.